欢迎莎莎，莎莎先跟我们冠军驾到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对，您可以看那个机位。Hello， 大家好，我是孙颖莎，很开心来到冠军驾到。好，也是欢迎莎莎啊。其实，在孙颖莎来之前，我们的导演组呢准备了一段刚刚发生的很精彩的视频。我相信这段视频，所有在屏幕前收看闭幕式的观众都印象深刻。我们也一起来跟着导演的视频看一看，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况。好，欢迎回来。这段视频其实就在刚刚结束的法国巴黎奥运会的闭幕式上，莎莎作为运动员代表，而且是亚洲运动员代表，参加了闭幕式，和各州的运动员代表一起熄灭了奥运圣火。想先问一问莎莎，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我觉得还是非常荣幸吧，然后也非常开心。其实我觉得，确实从这届巴黎奥运会来说，我觉得奥运之旅，我觉得还是非常珍贵，不管是开心的，还是会有一些失落的，但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人生成长来说，都是一段特别美好的回忆吧。然后当然，其实自己这次也是身兼三项嘛，我觉得其实也是从开幕式，然后打到了闭幕式。其实我觉得虽然说可能辛苦一些，但我觉得其实在赛场上拼搏的时候还是非常幸福的。然后其实最后也有幸参加了闭幕式，我觉得确实能够感受这种奥运会的氛围啊，其实我觉得还是非常开心。然后最后也能代表亚洲，不光是运动员吧，我觉得还是代表整个我们的亚洲去来到这种吹灭这种圣火的这种仪式上，我觉得还是非常荣幸。然后其实也希望自己能够带着这种激励吧，然后希望自己在未来的道路上能够越来越好。是，作为像我们乒乓球的运动员吧，也是特别的骄傲和自豪，尤其是代表亚洲嘛，然后也是乒乓队的，所以就特别开心，特别激动。而且我不知道小徐有没有注意到，其实我观察在奥运闭幕式的时候，莎莎好像成为了一个打卡点儿，好多运动员都来找莎莎合影。那现场包括我们在整个运动进行当中，在这个奥运会进行当中，也看到了很多运动员慕名来找您进行合影。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发生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其实最后也是代表团吧。我觉得大家可能也不是光跟我合影吧，但我觉得其实我也能够跟这些其他项目的奥运冠军合影，我觉得也非常开心。然后其实这次奥运之旅其实确实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玩跟看，因为确实比赛其实自己每一天都有比赛，而且基本上每一项都是连得很紧，所以说没有时间去逛啊，或者说去打卡。但我觉得其实打完之后有一天到半天时间也去埃菲尔铁塔走了走，然后去看了看。对，而且确实，我们发现您在整个奥运征程当中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因为要参加非常多的项目。那这次奥运之旅，我觉得所有屏幕前的观众和我要先跟您说一声辛苦了，然后真的很棒。那当然，来到我们冠军驾到的直播间，除了跟弹幕一起聊聊天、互动之外，莎莎，其实我们在奥运会进行期间发过一份调查问卷，当时听说您的结果是 E 人，大家现在说这个 I 人和 E 人，对吧？我感觉从接触下来看，您确实也很易，但是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我们一会儿会有一个 MBTI 的性格测试，也得麻烦小七帮我记录一下莎莎的答案，然后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简单的测试背后，莎莎是什么样的性格。那当然，在收看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各位观众您一定要注意了，大家在直播间除了跟我们的运动员可以进行弹幕互动题外之外，也可以获得非常多的福利。大家点击弹幕左上角的一个福袋参与互动，就有机会获得我们在冠军驾到直播间为您送出的孙颖莎亲笔签名照片。那现在呢，我面前的这个道具已经准备好了，里面装的是我们导演组经过精简之后的几张 MBTI 的答题卡。那我要先给车老师一份，让车老师麻烦帮我记录一下莎莎的结果。那接下来，莎莎，如果你准备好了，我们就开始这一趴的这个测试。我来问您，然后我会告诉您两个选项，您回答就可以了，好吧？来，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第一个问题。莎莎，你通常 E 与人容易混熟 ，I 比较冷静或矜持。第一个，比较容易与人混熟。第二道题，在一大群人当中，通常是 E 你介绍大家相互认识，还是 I 别人来介绍您？第一个，您也是 E。我看您在作答的时候，这个车老师一直在笑。
很符合您对莎莎的印象，是吧？是，你看车老师很了解我，一看基本上差不多，一看是因为以前在一起训练这种，肯定就是交流啊，包括沟通上，肯定还是有一定了解的啊。是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像一个团队里，如果孙颖莎不说话的话，可能也就没人说话了。好，那第3道题，这个题感觉也是对您来说很鲜明的特点。大多数人会说您是一位 E 非常坦率开放的人，还是 I 重视自我隐私的人？第一个，坦率开放的人。我觉得这种题我都不用记，就是大眼一看就是第一个。好，没问题。那接下来还有另一个类型的问题想问问莎莎。一般来说，您和哪些人比较合得来 ？S 现实的人 ，N 富于想象力的人。 S 现实的人。各位观众也可以在弹幕上发出您的一个答题结果，看看您最后测出来的这个结果是什么样的性格。下一个问题，做事时您更喜欢 S 按一般的方法去做，还是 N 构想属于自己的想法？第二个，构想属于自己的想法是 N。第3个问题，假如您是一位教师，您愿意教 S 以事实为主的课程，还是 N 涉及到理论的课程？涉及到理论吧。还是 N 涉及理论的课程？好，还有最后2个项目哦，一共6道题。下一道题要问一下莎莎，您更倾向于 F 重视情感多于逻辑，还是 T 重视逻辑多于情感？第一个，更重视情感多于逻辑。下一道题，做决定时您更看重 F 他人的感受和意见，还是 T 根据事实衡量判断？根据事实。 T 这个项目的最后一道题，您更经常会 F 情感支配理智，还是 T 理智主宰情感？第一个是什么？情感。情感支配理智。情感。第二个是理智主宰情感，更理性还是更感性？我感觉我应该更理性吧。理性就是 T 理智主宰情感。最后一个类型的问题，还有最后3道题哦，莎莎，您平常按部就班的做事 ，J 合您心意 ，P 令你感到有些受到束缚？按部就班。还是 J 比较合您心意？下一道题，当您面临任务时，您会 J 开始前就小心的组织计划，还是 P 边进行这项任务边寻找需要做什么？有计划。还是 J 开始前就组织好计划？那最后一道题，您认为自己是一位 J 比较有条理的人，还是 P 相对随心所欲的人？第二个，比较随性的。比较随性的人。好，那最终也麻烦我们的车老师告诉我一下莎莎这个测试的答案。最终的结果是 ENTJ。ENTJ 这个性格的诠释是指挥官，它的含义是莎莎大胆、富有想象力且意志强大，是生活和工作中的领导者，总能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找到或者创造解决问题的办法。准吗？准吗？还可以，挺准的。因为这差不个多，您觉得还挺准的？挺准的。因为这个测试它毕竟是有一个非常庞大的题库，然后我们导演组把比较具有代表性的问题筛选出来。如果屏幕前的各位对我们的 MBTI 的性格测试有任何的兴趣，您也可以上网去搜索那个完整的版本。但是我感觉这个让车老师评价一下，跟您心目中的莎莎基本上是一致的。其实我一直以为我是个 I 人，但是我测出来是个 E 人，哦，可能就不太一样。因为也是前天，当时也是，想让我测一下嘛，然后我测出来的是 E 人，对我自己有点没太想到。我觉得这个每个时代就是心里的想法是会变化的。而且可能随着当前的一个状态，对一在个状态做这个测试的时候对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莎莎这个很准，而且对符合大家对莎莎的一个看法。我看很多这个弹幕说准，很准，准吧是吧没有问题，很准。那当然也再一次提醒各位，在我们的直播进行过程当中，您可以实时的点击左上角的福袋发放图标。我们冠军驾到在直播的过程中会随时为各位幸运的观众抽出属于莎莎的专属亲笔签名好礼，届时只要您足够幸运，就可以把这份好礼送到您的手中。
那接下来我们做完了这个性格测试，又到了咱们冠军驾到一个比较独特的环节，我们将展示几段有关莎莎的图片或者视频，而且这些图片和视频其实观众们挺熟悉的，都很有意思，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那先让我们的导演来给我们呈现第一个片段。我看莎莎看到这个片段直接笑出来了，您能给我们分享一下这些片段背后的故事吗？对，因为其实颁奖的时候确实是那个设计来说，对自己先去说出来的。然后当时确实我们也在想，就是以一个什么样的庆祝去上台，因为我觉得团体项目吧，然后因为其实自己之前也看过很多这种团体项目，我觉得他们上台的一种仪式啊，很有创造性，对，很有创造性，因为他不是自己上台你想怎么样就是去展示，但我感觉其实团队嘛更多是合作这种，所以说当时我们3个其实在下面也一直商量，但最后我就想，哎，要不然咱们就先把脚搭上去，然后颠一颠，我感觉这样还是更有那种仪式感，而且也很符合我们仨这种性格跟年龄吧。所以说当时我说完，我觉得他俩也一致认同，然后最后达成共识了。我们这个弹幕说，你看不愧刚才测出来是指挥官，对，平时在队里是这个整活担当吗？整活啊，无论是颁奖啊，还是说有一些活动，会不会是这种整活担当？就是您来出谋划策，给大家想想点子。就是说都是你来出点子，然后他们2个去做。对，一般这种我觉得也分事儿，就是一般这种事儿就。我们的这个观众一直在刷莎莎能不能看看我，他们想让您对着这个镜头跟他们聊。好，没事，您可以继续。就一般这种都是您来安排。一般这种搞笑啊什么的娱乐好像都我偏多一点，但正经事儿我发现少。没，您这个说的那正经事儿您也非常非常重要。颁奖是最正经的事儿啊。颁奖可能对于屏幕前的观众来说真的太重要了这个场合，所以我们也感谢莎莎能够在领奖台之前给我们带来这么有趣又可爱的一个颁奖环节。那当然，我们导播其实还有一个片段，我们也一起来看。从开幕式打到闭幕式，几乎每天都有比赛，14场比赛，61局较量，堪称咱们中国乒乓球队巴黎奥运会期间的劳模。我觉得这样的一份数据背后，我们也想让莎莎对着镜头分享一下自己在如此紧密的过程当中是怎么调整自己本次奥运会的状态的。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我觉得其实能打3项，然后其实从第一天打到最后一天，我觉得虽然说肯定身体上会有一些疲劳和累，但我觉得其实都还是很幸福的，因为我觉得在赛场上其实首要为国而战，然后包括想要完成自己的目标梦想，我觉得都是很幸福的，所以说不会说很累或者说有疲惫的感觉，但当然其实身体我觉得出现一定的疲劳其实很正常，然后再其次我觉得其实在比赛的过程中，我觉得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其实每一天的心情我感觉都不一样，因为确实都会有起伏啊，就是每一天可能起来有时候是开心的，有时候是失落的，但我觉得其实都还是挺美好的回忆，因为我觉得奥运会毕竟也是4年一次，而且其实随着自己现在慢慢年龄的增长，我觉得自己也在思想方面成熟了很多，所以我觉得其实也能够在每一天当中如何去调整好自己的状态，其实也有一定的经验吧，因为慢慢的对自己也还是有一定的了解了，所以说我觉得不管最后成绩怎么样，但我觉得其实我觉得自己的首要任务，包括自己其实真正也做到了为国而战的这种成绩吧，我觉得非常非常棒。而且刚才莎莎说整个奥运会的过程对她来说是一份宝贵的记忆，但我相信对屏幕前的各位粉丝和球迷来说，您这61场比赛对我们也是非常非常宝贵的记忆。而且刚才弹幕都在刷说既希望看到莎莎，但是又怕莎莎太累了有点心疼，有什么想回应这些粉丝吗？其实像奥运会这种比赛啊，就是他的精力和体力消耗是很大的，看似是每天1场比赛，但是你要去做充足的准备，这个一般人来说，包括还有3项嘛，他每一项的心情都不一样，我觉得莎莎能做到这样真的是就是很坚定坚强，然后也是很伟大，真的。而且就像弹幕一直在说的，莎莎辛苦了，真的很棒。那当然，在看过了这2个瞬间之后，我们导演组还准备了一些更多的片段跟照片，我们一起来看当时的情况。对，因为我觉得其实大家去合影的时候，还是为了纪念这种美好的时刻嘛。然后其实当时，
我记得林中勋是在这边先合了一张影，然后我说稍微换一个角度，因为其实也想把索宁女士跟刘主席其实都拍进去，因为我觉得其实都很有纪念意义嘛。然后所以说当时也是换了个角度，然后把他们俩还有后面的一些观众，其实相当于就是都把大家对能够照进来，我觉得对。而且这张照片的传送程度非常的高，那天直接刷爆网络，也让大家感受到了体育竞赛当中可能在成绩尘埃落定之后，运动员之间这种彼此惺惺相惜，一起留下美好瞬间的感动。那当然，其实我们也知道，看过刚刚这个混双的颁奖仪式，在混双的比赛开始之前，网络上还有一段比较火爆的讨论，是关于我们面对不太熟悉的神秘之师朝鲜的时候，尤其对方有一个长焦的打法。而当时我们也看到，在网上有一些前辈可能跟您也进行了一些关于长焦的锻炼，能不能给我们稍微讲一讲这个长焦的打法，以及当时面对这支神秘之师的心情呢？我觉得其实混双这个项目来说，确实我觉得是挑战系数最大的，因为我觉得它还是不确定的因素很多，而且确实上一届冬季奥运会这块金牌我们也是失利过，所以说其实我跟王楚钦包括刘主席，其实整个队伍来说，包括肖尔导还有自己的教练邱尔导，其实在混双方面，其实在平时的风幕训练中，其实训练的还是很多的。所以说，因为刘主席也一直在强调我们，而不是说去保这块金牌，其实我们是去夺，因为这块金牌上一届不在我们中国队嘛。所以说，首先面对这次混双，我觉得我跟王楚钦也真正的做到了从第一分球，然后拼到了最后一分。我俩确实在比赛中肯定有遇到困难，也有落后的时候，但是我们俩还是我觉得做到了坚定，然后不放弃，然后也真正做到了真的是一分分去拼的。所以说在面对决赛朝鲜组合，其实我觉得在风幕训练当中我们也有训练过，对，因为其实在报名截止以后，其实15对的主要选手其实都已经很明朗了，然后我们在训练中其实不管是实力强的，包括这些特殊打法的，其实我们都还是有针对性的练了。所以说到决赛前，我觉得我们俩还是心里有一定的这种比较有数吧。我觉得做好准备。对，没错，而且尤其作为观众的视角，当时其实是为莎莎捏了把汗，因为大家渲染都是神秘之师，我们作为观众的角度没那么了解，但最终在赛场上也再一次感谢两位给我们带来如此精彩的决赛和最终拿到金牌这么好的成绩。那当然我们还有下一个相对轻松的瞬间，也看看导演组准备了什么样的视频片段。好，欢迎回来。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记得马龙曾经说过，很多国外的运动员因为咱们中国体育代表团的 pin 特别好看，所以会过来进行交换。也想问问莎莎，这次有换到什么有趣的 pin，可以跟咱们镜头前的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吗？我觉得首先这次确实没有像上一届那么多的时间去换了，上一届属于就是有点新鲜感，然后自己第一次参赛，然后也有时间去换。这一次首先我觉得任务还是很重的，然后再其次我觉得但我非常感谢国外的很多选手，可能他们知道我喜欢 pin， 其实人家到最后也没想跟我换了，因为人家也不想耽误我的一些训练啊跟备战的节奏，人家一般都会主动给我，然后人家也不需要去交换。我觉得也有很多其实这种国外选手我觉得还是挺暖心的吧。然后再其次我觉得确实今年我觉得我们中国代表团的 pin 确实很好看，但我不知道你们两位有没有看到过，其实还是有很多不一样的款式，而且都挺大的，确实跟人家交换有的时候有点不舍得，因为我感觉有的国家那个 pin 很小，所以说有时候感觉一换一吧有点不合适，对，不合适，所以就是说到最后其实也没什么时间换了，但其实到最后一收拾东西回国的时候，感觉还挺多 pin 的，好像都是人家给我的，我觉得对。而且这一次确实，我觉得镜头前面我们就能看到很多好看的 pin 啊，也感谢莎莎给我们讲这个 pin 背后的故事。但刚刚您也提到说，跟很多外国选手，无论是交换还是说他们拿来送给您，但是在女团的比赛结束之后，我们看到有网友说您用一个 pin 哄了张本美和，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这是一段什么样的故事呢？我觉得其实也不是去哄吧，我觉得其实张本美和也是这几年来说，其实进步非常快，而且他也比我小了8岁。我觉得其实在上个周期，小谢肯定知道，我感觉我还都算年轻的这种，再到这一届，我觉得就是包括张本美和他们都小太多岁了。然后其实我也觉得他首先我觉得性格非常好，然后其实
他下来其实性格跟他在场上，虽然说他有时候输球会哭啊伤心，但我觉得可能小孩都会这样。但我觉得其实他下来的性格还是非常好的，然后他下来也会有时候跟我交流，然后平时见面也会打招呼，我觉得。然后其实他这次主要他主动也给我留了一个他们日本的就是单独的一个 pin， 然后他还当时在开赛前2天吧，然后还不在女团决赛前，然后他也跑过来给我了。然后当时我觉得我也跟他说，我说我没带中国的 pin， 但我肯定会在比赛完或者比赛前我给他，然后可能他也一直记得，所以说等打完之后，我也那天决赛的时候带过去了把 pin， 然后我也给他了一个，然后我觉得他也很开心，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交流吧，我觉得对。然后我有一个问题啊，是中国的 pin 你们都会拿到很多吗？还是所有的全吗？还是怎么样？这次挺全的，我觉得，就样式挺多的，对，样式挺多的。然后本来还想着打完给早田一个，但好像忘了，一颁奖然后忘了，等下次那个给他吧，我觉得。没问题，而且我们这个弹幕在您刚才讲的时候，有一个问题一直在重复，说莎莎你到底记不记得自己现在有多少 pin 了？这我估计已经记不清了吧？记不清了。但挺多，几十个肯定有了，我感觉。是的，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看到莎莎的 pin， 你们可以去她的抖音底下留言，让她有机会拍出来给你们看一看。那当然，我们还有下一个瞬间，也赶紧跟着导演准备的小片段来看一看下一个瞬间是什么内容。他也许在最后的地点，在你的身边，在你的梦里，如果看见他，请别害怕。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刚才我们对彼此都放心不下。好，欢迎回来。其实这一段片段当时在咱们抖音平台的传播程度也非常的广，我们也看到莎莎在当时这个片段里有跟张怡宁的一些交流，所以想先问问莎莎，当时看到张怡宁来探班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我觉得还是非常开心，而且其实平时跟宁姐交流，我觉得更多是微信的一种沟通跟联系。其实线上对，其实真正见面，其实真的就是这次风靡训练来说是第一次见面，我觉得还是挺激动的。而且我觉得确实他一进到训练馆那种气场，我觉得还是很强。虽然现在已经不打球了，但我觉得那种气场还在。然后包括他也就去了成都2天吧，但其实他也跟我们单独分别都聊了，然后他也很好的说我们需要什么，是需要心理技术哪些层面，其实他都会帮到我们。然后因为确实在成都的风靡训当中也有很多大满贯跟前辈们都来传授我们一些经验跟如何备战奥运的一些观念吧，所以说我觉得其实那段时间还是收获很多吧。而且刚刚我看到那个视频里，其实提到了传承2个字，也想问问莎莎，作为目前咱们国乒队里的年轻运动员，对这个国乒队的传承有什么样的感触呢？我觉得其实中国乒乓球队一直能有传统，我觉得更主要的还是一种精神吧，我觉得。然后还有就是对于乒乓球的这种热爱，然后为国而战的这种坚定的信念，所以说也一直从一代一代传到我们现在。当然，可能自己以后退役了，也希望传授给更年轻的一代。没错，我看这个弹幕们还有人在问说 pin 是什么，大家要知道 pin 就是那个徽章。对，那个徽章，你看我这个也是个 pin， 对吧？这个也是个 pin， 就是这个徽章啊。所以如果大家下次想看的话，可以再给莎莎留言。那当然，我还有一个，当时我在看这个颁奖仪式的时候有感而发的问题，也想让莎莎今天现场给我们讲一下。那个视频当时在抖音上也有100多万人点赞，就是您看到刘国梁指导的时候，有一个先是一惊，然后有一个很有趣的表情。您还记得当时您在领奖台的时候看到刘国梁指导是什么样的心情吗？我看到那个了，但其实我觉得那个其实不是说惊讶，我觉得还是很开心，因为我看到混双，然后刘主席来颁奖了，其实当时就看起来就可能这样，对，但网上好像看到刘主席穿西服有点惊讶，对。就大家当时想的是说，有没有可能平时见到他都没有这样一身行头，然后看到他穿着很板正，而且在那么一个荣誉的场合看到他，是不是心里还是有点惊喜？对，还是很激动吧，我觉得。然后顺便他还帮我们颁奖，我觉得，尤其是刚拿完冠军，然后很开心的时候，然后再看到刘主席，那就是更开心。而且那个片段其实非常好玩，就是在网上大家会觉得很有意思，并且我看那个片段的评论底下还有人说刘主席一般是一个比较严格的人，但是好像每次跟莎莎在一起，2个人就经常有说有笑。
是这样吗？能不能给我们的网友解惑一下？我觉得其实确实，我觉得刘主席是一个很理解运动员的想法，和他很知道运动员在某个阶段需要什么样的一些诉求，我觉得是很重要的。而且他确实也能帮到，不管运动员遇到什么困难，他总是能给你解决这种困难跟难题。所以说，当然我觉得刘主席可能跟女孩聊天沟通，我觉得更温柔一些，确实是。所以这个可能也是大家为什么会在那个视频底下一直在发很多您跟刘主席之间的一个照片，因为在赛场上大家看到这些照片觉得很有意思，就会保存下来，然后在这个抖音的评论区一直在发。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奥运会已经结束了，我们刚刚也看到了莎莎在闭幕式的精彩表现。那在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很多粉丝也非常关心莎莎之后有什么打算跟规划吗？我觉得其实回顾这3年多的付出跟努力，其实我觉得，其实全队也真的都是拼尽了全力吧。其实为了巴黎奥运会，我觉得最后我们的目标，我觉得还是完成的非常好。我5块金牌，其实我们也都拿到了。当然，其实对于自己的职业生涯来说，肯定还不可能不打或怎么样。我觉得自己现在可能不是那么年轻了吧，不像张本伟和他们那么年轻，但我觉得自己还相对来说算比较年轻。所以说，至于接下来，其实打完下来有很多媒体采访的记者问过自己，其实还是先就是休息一段时间嘛，因为打完一次奥运会也会1个周期了，我觉得还是先把身心包括身体去调整一下，然后再慢慢的一点点恢复啊，再去准备到后面的一些系列的比赛吧。然后当然，其实现在要去想洛杉矶会怎样，或者说能不能去争上洛杉矶，其实还有点早，因为毕竟还是4年以后的事嘛。但当然，我觉得自己只要还是有一颗坚定自己的信念，包括还在追逐自己心中的梦想，其实我觉得自己还是可以去征战洛杉矶的。感谢莎莎的分享。那当然，不知道2位有没有注意到，其实在我们聊天的过程当中，莎莎你看角落里有一位老师一直在一张画布上涂画画，他其实是我们真相团的绘画老师。每一期呢，老师会根据我们冠军驾到来的嘉宾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为您现场创作一幅画作。那现在我们一起把老师请到我们的舞台中央，来看看本期冠军驾到老师给我们准备了什么样的作品。来，好，老师您可以30分钟就画完了。是，老师您可以坐到莎莎身边。好。那能不能先给我们讲一讲老师这幅画作背后的创作灵感以及含义？莎莎被称为小太阳，然后所以就以太阳为背景，配合莎莎经常用的这个招牌手势，然后和一个她的专属球衣，创作这幅画。然后还有就是希望莎莎以后，就是不好意思啊，有点紧张。没事，您说。因为我有点好了，我不说啊。老师有点太激动了，有点激动，因为莎莎老师对我期望还没说完呢，老师这希望莎莎以后生活里开开心心，永远明亮，像太阳一样。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而且老师确实来我们这个冠军驾到这么多期，这是我见老师最激，老师已经不好意思了，这是我见老师最激动的一期。不是因为我在网上看的他，就是感觉很可爱，然后现在看又没那么可爱，不是可爱加漂亮，没那么可爱加漂亮，眼睛像葡萄一样，我早知道就换你正面了。您这个很有创意，挺好的，谢谢，非常喜欢，谢谢您。好，那接下来我们也老师，您留下步，我们也麻烦莎莎先在这幅画上签上自己的名字。来，我们让我们的道具组把我们的道具送上来。哦，来，给您。这块可以签是吧？这个笔，拿黑笔。有没有黑笔？我们的道具老师，这颜色，这个颜色签上好像确实跟那个画就融为一体了。行，那我们的道具老师说，让我们先用拍立得留下一张莎莎和这张画的合影。来，那这个工作就让我来了。没事，您来一起吗？我来不了了。主要这个拍立得每次拍完现场就得出片，我压力都挺大的。来，3、2、1，好，我们一会儿让您把这个拍立得也签上。好，谢谢莎莎，也谢谢我们的老师。好，来给您。
我帮您拿一下。哦，可以了。对对对，来。好，感谢莎莎。那这样，这幅画一会儿我们会在节目结束之后给您拿走。我先让我们的道具老师帮我们收一下，一会儿等这个节目结束，我们再给到莎莎。感谢我们真相团的绘画老师，也感谢莎莎。其实咱们聊了这么久啊，我相信屏幕前的网友也有非常多想要问的问题。而且大家要知道，在冠军驾到这个节目周期当中，有一位我们的老朋友，就是咱们的伊利热评官。每一期他都会收集网络上对于咱们的冠军最为关心的问题。那让我们有请我们的伊利热评官来到我的身边。热评官你好 ，Hello Hello Hello， 哎呦，又见面了。这一个节目周期过去，热评官这个身材没什么变化啊，保持得很好，保持得很好。好，谢谢你热评官，去吧。希望接下来的冠军驾到还有你相伴，再见。哎。莎莎，我现在手里这个问题，真的，您看是热评官现写的，就是刚刚他在网上找到大家最想问您的一个问题，写在这个词卡上。那这个问题是想问问莎莎，马龙在之前被问到用一个词形容孙颖莎时，用了“乖萌萌”这个词，您觉得这个词贴切吗？我觉得挺可爱的，我觉得还挺好的，挺好的，听起来我觉得还是挺好听的，但也挺符合的，我觉得也挺符合的。那如果现在给您一个机会，用一个词形容马龙，您要对着镜头对马龙说一个形容词，会用什么样的词？一个词就可以。那肯定是伟大，伟大，伟大无需多言。对。龙哥确实是一名非常伟大的运动员啊！就是您看他就是4届奥运会了，6块金牌。是，对，我也觉得他也是其实全世界学习的榜样。对。而且其实，在本次我们冠军驾到的第1期节目当中，当时请到的2位嘉宾是吴敏霞和邹凯，2位是奥运的5金王。在第1期节目，我们当时有一个小小的片段，就是2个人共同说给这个龙队比6，就是他俩给龙队比这个6。后来那个比6的视频还发到现场给龙队加油了，所以也感谢莎莎回答我们所有网友最关切的问题。那当然也感谢我们的伊利热评官。其实身后这个区域就是冠军驾到的摄影区，我们每一期呢会在这个景别当中给我们的冠军嘉宾量身定做一套时尚大片儿，包括我们一会儿会有一个冠军换装区的设计。那其实在莎莎进入到这个环节之前，也想跟莎莎交流一下平时有什么样的穿搭喜好。我感觉我还基本都是运动休闲为主，因为基本都在训练中，然后其实下来生活中也不是穿的那么对，没有时间去设计跟准备。明白，所以就偏休闲，然后泛用性为主。毕竟这3年都在备战，所以也没有时间去想，基本上都是运动。我看莎莎也是出门基本上都是李宁。是，对，而且可能对于很多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也想说的是，想问问莎莎平时有没有时尚单品好物分享给各位，有没有什么自己的时尚经分享给各位？这个确实没什么经验，就是耐穿好用，对吧？对，泛用性最重要。那当然，既然今天来到了咱们冠军驾到，我们呢也有一位造型师已经准备就绪了。那接下来莎莎就麻烦您先移步到我们的造型区，来看看造型师今天给您准备了什么样的服装。来吧，车老师，来，我们先让。Hello， 抖音的用户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造型师一文，今天为莎莎准备了一些时尚感十足的运动造型，那么也欢迎抖音的用户朋友们和莎莎一起挑选一下。好，造型师您好，莎莎，Hello，我回来了。那麻烦造型老师先给我们讲一讲，今天身后衣架上这些衣服是出于什么样的情况下准备的，以及您准备的灵感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想把运动和时尚做一个结合，所以提供了2个思路，一个是这种运动机能风，它就是会是这种颜色比较鲜亮的机能感外套，然后比较硬壳的这种感觉。然后另外一个思路是复古运动，所以我们准备了这种就是有一些撞色设计的，然后这种材质一看就很像是80、90年代的开衫儿，对。然后可能更多还是看莎莎会比较喜欢哪种造型呢？
我觉得其实每一款都有自己的这种就是设计的风格都不一样，我觉得还是这种我觉得挺好的，鲜艳的颜色。对，然后也属于运动休闲这种，然后也很鲜艳。对，明白。那当然，一会儿在我们的冠军造型师就得麻烦我们的造型师和莎莎一起给我们带来本期的冠军造型了。那莎莎，麻烦您跟我们的造型师一起沟通，我得先看看车老师跟摄影师准备的怎么样了。好，我们一会儿再见。好，可以，好的。那我们再看看，我们就是要试一下这个，里面会搭一个灰色的裤子。好，对，驾到舞台，有请莎莎。Hello， 很酷。好，来，哇，这身确实不一样，穿上。车老师，您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就很酷，然后就可能比它之前的更亮眼一些，毕竟橙色嘛，鲜艳。而且这件衣服刚刚是莎莎一进去，在那个衣架上就看到了这件衣服，确实非常非常的帅气。我来看看弹幕的评价啊，莎莎也可以看到，弹幕都在说太帅了，太棒了，好可爱。而且刚刚这个弹幕给您总结说您是真诚、自信、可爱。今天的这个几个关键词，那当然，如果莎莎准备好了，我们身后的摄影老师也准备好了，也麻烦您移步我们的拍摄区。摄影老师接下来就交给您了，也麻烦我们的摄像老师跟上，在莎莎拍摄的过程当中，也带我们抖音平台的观众朋友们体验一下第一视角看莎莎拍这个时尚大片的过程。这套我觉得非常的中国队，也非常有金牌的那个色系，特别好。我们就先两个情绪，第一个就是你刚刚上场那种很自信的情绪，我们来一个，然后接下来就来一个拿到金牌之后那种开心的感觉。好，稍等，很好，我觉得可以站得稍微，然后单手可以插一个口袋，对，很好，很棒。很好，莎莎，我们身体往左转一点了，可以看向远方，好像有国旗在升起一样。对，很好。好，我们最后再看镜头，来几张特写，很棒。好，我们试一下把这个衣服稍微往中间扣一点。对，可以，就比如说，对，这样，很好。特别好，可以了吗，摄影老师？那当然，出片了，很出片，出片了吗？对，我看您这个一直在拍，然后我们抖音的观众朋友们也很着急，说想离得更近一点。莎莎，我们有一个环节是，来，您拿着这个手机来一个自拍的视角，我帮您找一下角度。对，您可以稍微再举高一点点，来，好，现在有了吗？我们来看一下。来，那我们就用这个机位也可以。莎莎，你可以看着这个机位，然后我们摄影老师能不能指挥莎莎摆几个 pose 对着这个机位？挺好，我觉得莎莎微微抬起一点下巴，我觉得这个机位也可以稍微高一点点。对，很好啊，肩膀可以侧一点，拽衣领，对，很酷的感觉。很酷的，对。然后我觉得也可以看一下整体造型，摄影老师也可以拉一个全身，这个造型也挺酷的。对，很好。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抖音平台的观众朋友们也可以截几张莎莎的帅照，好，对吧？可以给机会一个正面。对，很好。好，不错，这个构图特别好，朋友们可以尽量的截一截。好，这个时候大家可以赶紧摁动自己手里的截图键，来截下莎莎可爱跟帅气的瞬间。莎莎，这个手机好了，观众们还是想看您的一个自拍视角。那我们给大家10秒钟的时间，莎莎可以对着这个手机镜头跟大家打个招呼，然后做一做表情。对，是这样。没事，这个屏幕的背面有千万的观众。嗨，我来点一下屏幕，帮您对个焦。
好，感谢你们的这个建议啊，是有点虚。好，现在对上了，对上了，没问题，没问题。妈，真的。大家可以看着这个摄像头，嗨，对，打招呼。莎莎有没有什么话要跟镜头前的观众朋友们说的？非常感谢大家能够观看冠军驾到的直播，也来观看我的直播，也非常感谢大家以来对中国乒乓球队，包括对我的支持和关心。当然，我也会继续努力，希望在以后的比赛当中给大家呈现出更多精彩的比赛。加油！好，谢谢莎莎。好，谢谢谢谢。来，麻烦我们的工作人员把我们的手机拿下去，谢谢。好，那也感谢我们的摄影老师莎莎，来可以回到我们的舞台中央了。来，谢谢摄影老师。好。哇，这个刚刚我看到直播间的弹幕一直在刷，说好喜欢这套。最后在节目还有一点点时间的时候，莎莎能不能给我们也分享一下今天挑选这套造型主要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虑呢？我觉得就像小希姐一开始说的吧，我觉得一上来其实自己看完也是选的这套橙色，我觉得更鲜艳，然后显得更亮一点，因为自己可能从性格来说就比较活泼啊这种，所以说从颜色上挑选也会更鲜艳一点吧，所以一上来自己也就第一选中的也是这套橙色的衣服。明白，而且确实，我觉得我们那个造型老师准备的几个风格里都还蛮符合大家对莎莎的印象的，是不是？我觉得很适合她，因为这套衣服来的时候我也试了，但我觉得我穿上没有莎莎好看，这个还得分人。但是其实那边有非常多不同风格的衣服，那个车老师下次您可以多试一试，没关系。我们这个冠军驾到每一次那个造型师准备的出发点都比较多，然后能准备非常多套衣服。那当然，最后的最后啊，我们节目还有4-5分钟的时间，也想问一问咱们弹幕的朋友们，在冠军驾到最后一期的最后几分钟，有什么想要问莎莎，以及想要跟莎莎说的？有人说拉上拉链会不会也很酷？莎莎介意吗？可以把拉链拉上，也给我们看看另一个造型。有点挤就拉上，拉上。来，这我们的摄影老师还不赶紧给莎莎一个特写，让莎莎这个造型也给大家看一看。而且很多这个观众朋友们也在问说，平时是不是作为运动员，就是在穿上运动服的时候的时间会非常非常多？基本都是，所以就是大家也很少见到您在生活中的这一面，然后大家也格外的期待能够在咱们冠军驾到看到您不同的有人您看都在刷说这个更好看了，说更好看了。来，我们让我们的摄影老师推一个稍微近一点的机位，给大家看一看这个造型。大家都在刷说，莎莎休息的时候能不能给我们拍拍 vlog？ 作为宠粉的你，怎么回应我们的粉丝朋友？好，我争取在这段休息的时间里给大家多拍一些素材。而且大家也别忘了，你们光问，你们一定要记得今天点进这个共创团队，给我们的孙颖莎的抖音点关注，对吧？你别光问完没点关注，到时候人莎莎更新了你都没看见。大家都在，您说完这个，大家说敬业莎太敬业了。当然，还有很多观众啊，希望您在本届奥运周期结束之后先好好休息，说不急，我们等你，等着您到时候给我们带来 vlog， 然后也很期待。好，那而且我看弹幕一直都在刷这个，大家给您起了一个外号叫小豆包，您对这个外号您喜不喜欢？小豆包啊，估计可能看我又小是吧？有点胖乎吧，小豆包。大家会觉得说很可爱，但我觉得孙颖莎已经瘦了很多了，是吧？对比之前瘦了很多。这感觉跟胖瘦没关系，他这个外号我估计就是大家觉得说听起来可爱，是吧？对，而且就是说，因为大家非常喜欢你，然后不知道怎么表达，所以我看弹幕都在刷说，你看都在刷说小豆包。那当然也期待着在得到休息之后，莎莎在抖音给我们更新一些好玩跟有趣的内容。那节目的最后也想问一下两位，有什么想跟我们观众朋友们说的吗？因为这也是我们奥运周期最后一期冠军驾到了。我先来，你收尾。好，就是感谢大家收看这个节目，然后也感谢孙颖莎能来到今天冠军驾到这节目，也感谢大家支持中国乒乓球队。对。
对，俺也一样，是吧？这个您是俺也一样。对，非常感谢大家能够来到冠军驾到，也非常，今天自己也非常开心，然后其实也非常开心，有这么多的朋友支持中国乒乓球队，支持我，然后也希望在未来的道路上，希望各自我们都全力以赴，越来越好。然后也非常感谢今天的嘉宾，谢谢，也非常感谢小希姐。我觉得在一起聊天其实特别的开心快乐，然后也希望我们以后经常在一起聊天。好，那最后也感谢2位对于我们直播间各位的寄语，因为最后我看到在冠军驾到直播间有接近2300万人在收看我们的直播。那在这儿我们也要告诉您，本期节目就是我们整个巴黎奥运会迄今冠军驾到的最后一期节目了。本节目由2024年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官方主制品伊利冠名播出，上抖音搜索冠军驾到，您不仅可以看到实时的直播片段，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回放。也再一次感谢每一位在奥运周期收看冠军驾到的您，和每一位来到我们冠军驾到的运动员以及嘉宾。当然最后一期也感谢2位能够一起给我们的冠军驾到画一个圆满的逗号。为什么是逗号？因为我们不说再见，我相信我们冠军驾到还会再见。大家晚安，我们下一次再见，拜拜，拜拜，拜拜。拜拜。